经济上的巨人，军事上的矮子，说的就是现在的德国。德国过去的军事实力横扫欧洲，但现在却跟英法的差距越拉越大。根据全球火力指数提供的数据，2022年德国的军力只能排到全球第16位。德国是二战战败国，战后的军事发展遭到了限制，所以二战之后的德国，即便是想发展军事，也没有那个条件。原本冷战时期还好一点，毕竟那个时候德国还是两大阵营在欧洲对抗的桥头堡，所以积攒了不小的力量。当时的德军总兵力达66万人，在欧洲地区名列前茅，比英国、法国的兵力数量还多。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，苏联的解体，来自东方的威胁大大减小，德国也就彻底放飞自我，开始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军事力量进一步萎缩，部队该裁撤的裁撤，装备该封存的封存。德国陆军2004年7月5日颁布了德国陆军进一步发展规划，以及2006年出台的新陆军裁军计划，确立德国新型陆军人数和装备。2009年，整个陆军部队裁军，重组为3类部队：3.5万人的反应部队、7万人的正规部队和10.6万人的后备部队。减至5个师部及12个战斗旅。德军原主力机械化部队仅保留6个装甲营，主战坦克从2500多辆豹 2A5A6 削减至350辆豹 2A6E， 步兵战车从2077辆黄鼠狼削减至450辆美洲豹，火炮从1055门削减至120门 PZH2000， 直升机从530架削减至240架120架虎式5直。其野战炮兵更是放弃了牵引式火炮，炮兵只保留2个系统：155毫米自行火炮 PZH2000 与227毫米火箭炮 MARS。时间来到2022年，德军3军的总兵力就只有18万人，其中1/3的人员还是文职，真正的作战部队只有12万人左右。其中陆军6.5万人，空军3.3万人，海军1.6万人。德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大缩水，虽然有不少的先进装备，但是在装备规模和军队数量上已经大不如前，战备水平是越来越低，已经不再是那个令欧洲颤抖的帝国。当前德国陆军主要装备有豹22主战坦克200多辆，黄鼠狼步兵战车388辆，美洲狮步兵战车144辆，拥有 M270 多管火箭炮38辆，PZH2000 自行榴弹炮123辆，猎豹35毫米自行高炮280辆，这些都算得上世界上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并且还有武装直升机若干。现在的德国陆军的规模确实小，人数不多，但基本实现了机械化，拥有先进的坦克和步兵战车、装甲车、运兵车等，也算是武装到了牙齿，有一定的战斗力。这一点德国其实和法国差不多。法国的蝎子现代化计划同样将陆军的战斗模式现代化。德国的新型陆军部队的战斗序列和结构是以组织、训练和作战为主，各炮兵营、自行火炮营和目标获取营都装备有合成火炮系统，可直接进行火力合成，而不必进行物理上集中。德国为此开发了阿德勒指挥系统，该系统通过数传电台能够将各级指挥和控制系统、监视、目标和侦察系统以及各武器平台组成一个一体化炮兵作战体系，导入网络中心战斗概念，让全国炮兵和陆军能在防御战中互相支援协同。陆军实力相比以前的欧洲各国还算可以，但空军力量就略显薄弱了。战斗机这方面只有137架台风，75架狂风。台风战机虽然在近些年来有些消沉，但好歹也是欧洲3雄之一，配备13个外挂架的同时，拥有1400公里的作战半径。问题是75架狂风战斗机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服役的，技术水平已落后一代，完全不具备同现代化大国军队抗衡的实力。不过目前的德国军事力量以防御为主，像爱国者防空导弹、霍克防空导弹和罗兰特防空导弹一个不缺，数量还很多，而且还要研发防御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。海军实力则不值一提，德国没有1艘大型驱逐舰，没有航母，没有2栖攻击舰，也没有驱逐舰，只有11艘护卫舰、5艘轻型护卫舰、6艘常规动力潜艇，以及一些水雷战舰和辅助舰艇，而且只有1/3的军舰可以完成部署。
目前 F-124型萨克森级护卫舰就是德国海军的绝对主力。F-125福腾堡级护卫舰这种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舰艇，算是德国比较拿得出手的军舰。不过，受俄乌战争的影响，德国在今年就开始加强军备，拨出1000亿欧元的特别预算，用于必要的国防投资和军备项目，并且从今年开始，将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%以上用于国防开支。之前德国的国防开支一直徘徊在1.5%左右，没有实现北约2%的硬性指标。也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，导致德国军队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北约组织中较为薄弱的一环。德国这次加强或许会成为德国军力的拐点，虽然不至于重现昔日的荣光，但也有机会与法国一同扛起欧盟的大梁。两国可以携手共同打造强大的欧洲军，如法国负责战机，德国负责坦克地面部队。而且在3月份的时候，还传出过德国的第一笔大型交易，打算购买35架美制 F-35战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。F-35战机用于替换在德国已经数十年历史的狂风战斗机，欧洲战斗机则用于电子战和护航任务等其他行动。而且德国想要加强军备其实并不难。俗话说，经济决定军事力量，而单论经济实力的话，德国世界第4，目前没有发展的原因，一个是由美国压着，毕竟有前车之鉴；另一个就是确实没啥必要。现在的德国一心搞欧洲防务一体化，从一个面临东西方冲突的国家，变成了一个不再有大战之余的和平国度。其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恐怖组织袭击等方面。只是今年的俄乌战争算是敲响了警钟，德国也不留余地地提升自己的军备实力。而且德国虽然兵力数量不多，但具备齐全的军工体系。评估一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实力的标准中，德国都满足了要求。首先就是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，德国的工业体系也非常完善，所以可以生产出良好的机床及零部件，为生产性能优良、品质出色的武器提供了先决条件。第二个指标是武器先进程度及设计的美感度。欧洲很多国家设计的武器颜值确实很高，也就有了颜值即战力的说法。德国作为工业大国，实力自然是不容置疑的。豹2 A7 坦克、拳击手装甲车、美洲式步兵战车等都是典范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拳击手装甲车。拳击手装甲车价格虽然贵，但是一分钱一分货，不仅有强悍的性能，还充分考虑到了成员的舒适性。车内安装了依据人机工程学制作的真皮座椅，还有卫星空调和便捷厕所等。最后就是武器出口总额，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重要标准。除了美俄之外，中法德英都是武器出口大国。德国的坦克、潜艇、火炮技术等都是世界顶级水平。德国的豹2系列主战坦克、莱茵金属的坦克炮、209、212和214型潜艇等先进常规武器装备，在全世界已经有数十个国家采购，其中不乏很多军事强国。而且德国宇航公司与法国航空公司组建的欧洲直升机生产集团，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直升机制造商。德国戴姆勒、克莱斯勒和法国、西班牙航天航空公司组建的欧洲航天航空和防务公司，已跻身全球最大的综合性防务集团之列。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国组建的欧洲导弹集团，系世界第2大导弹生产商。而德国与欧盟国家一道建立的欧洲军备局，更是直接负责欧盟军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采购。从台风战斗机、流星空导弹到 A400M 运输机，从伽利略计划、NH90 直升机到阿里亚纳火箭，德国的军工企业都有参与。总的来说，德国有钱有技术，想要发展军力十分的简单，花钱造武器就完了。而且根据当前的国际情况，美国也想欧洲出现一个与法国一起抵抗俄罗斯压力的国家，这个人选或许就是德国。只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，那就是德国的士兵。由于德国不是义务兵，而是合同兵，所以当兵就和上班差不多。按照规定，德军士兵一周只需要工作46个小时，差不多就是朝9晚5，还有双休。其余的时间都是算加班的，不仅需要支付加班补贴，还不能强制。士兵不想加班，有权拒绝。2017年北约有一次演习，一队德军就在中途罢工，理由就是加班补贴没到位，士兵的作战能力不强，装备即使再精良也无济于事。德国还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各位认为
德国有没有机会重现往日荣光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下期见。